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未来可能会遇到的贵人，他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或者说会对你们产生怎样的影响。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第一组牌的话，我们这组牌实际上有两个贵人啊。上面的两张牌对应的是两个不同特质的贵人，下面的两张牌对应的是你们和这个贵人会怎样相处，或者说这个贵人会带给你们怎样的影响。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星币侍卫，这个贵人的话其实乍一看啊，会有一点苦大仇深的感觉，就是你们一开始和他的这种能量可能不是很匹配，或者说这个贵人一开始给你们的感觉会很忧郁、很焦虑，他应该是掌管着某种很重要的资源，或者说他所处的这个职位很重要，他每天的工作会涉及到很多人际关系上的处理啊，而且他的工作可能更侧重于是管理、分配某种很重要的资源，可能说他拥有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啊，或者说他在管理某个很重要的企业，他手上的星币呢，应该是他会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而且这个贵人的话，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有着两种状态的，因为我们抽到我们这组牌是对立塔罗嘛，那么上面的这个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会一副苦大仇深的感觉，但是呢，他可能在面对你们的时候会是另一种状态，就是可能会给你们开小灶，或者说偷偷的对你们好。但是呢，他们在外人眼中，是一个很强大的这种能量，很强大的一种形象，就是被他所管理的那些人可能都会有一点，就是对他有点害怕。但是他们在面对你们的时候呢，这个逆位就会变成正位，它会变成正位的星币骑士。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他整个人的状态啊、神色啊、表情啊，包括他们的整个人的动作。都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星币侍卫的话，它会带给你们很多这种物质上的帮助，因为本身是土象特质嘛，土象特质就是偏物质会多一点，可能说会在你们接下来的学业或者说事业上给到很多的帮助啊，推动你们自身的发展。而且呢，这个贵人给我的感觉是，他对你们是更偏爱的。可能是你们身上的某种特质，他看到以后非常的亲切，他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他对待别人的时候呢，就是藏着掖着，恩威并施。但是他们在面对你们的时候，就是不停的给予，很慷慨，很大方。这个星币侍卫的话还是很特别的，而且呢，这个星币侍卫本身啊，塔罗当中的侍卫牌都是很年轻的，但是呢，这个牌面上给我的感觉，他的年龄又会有一些大，要么就是这个贵人他的年龄很大，但是有一颗年轻的心，要么就是他们的年龄不大，但是他们的思想非常成熟，就是他们的内在和外在一定是有着极大的反差的，而且这是一个偏男性化的角色。那么这个贵人呢，他带来的影响反而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克制，这个就比较有趣了。因为这个贵人的话，他们对你很慷慨、很偏爱，但是你们可能不会去全盘的接纳他的这种赠与啊，而且你们还会想着如何去回馈他，就是你们的这种性格很难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你们即使接受到这个贵人的帮助，也是带着某种节制和克制的，因为你们知道吃别人的嘴短，拿别人的手软，所以这个贵人他帮助到你们的时候呢，你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回馈给他，因为你们不想被对方所施予的恩惠控制。那这个贵人的话，你们遇到他的这个时机呢，应该是他可能会就是你们在进修或者是学习某项技能的时候
会认识到他，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可能他会是一个老师，或者说你们在一起学习某件事情的时候会遇到彼此。那么另一个贵人的话，如果说这个星币侍卫它是偏男性能量多一点，那么这个女皇呢，她就是偏这种女性的能量多一点。女皇的话，她们的这种富有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精神上也要非常的丰盛。女皇牌它之所以能够帮助到你们，是因为她在你们的身上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是说你们现在走的是她曾经走过的路，然后的话，这会为你们带来一些共鸣啊，她会帮助到你们。这个女皇的，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功成名就了，就是她已经完成了别人所渴望拥有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成就啊，所以说当他到达了那个阶段，他就会变成一个像人生导师一样的角色，去帮助他认可的一些人，所以说他可能会带你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或者说会介绍一些很优质的人脉，给你们分享一些资源，因为他的身边有很多可以利用和整合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呢，当你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恰好就能为你们所用，所以说你们很有可能会跟在这个女皇的身后去学习和成长。而且这张 The Devil 啊，这个恶魔牌的正位呢，当这个恶魔牌是正位的时候呢，就意味的是这个女皇她会引导你们的欲望，她会告诉你们去如何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欲望去达成目标。因为如果你们自己去鞭策自己的话，很容易会被这种欲望所吞噬。所以说在女皇的身边，她会让你们的这种欲望得到一个良性的引导，它会引导你们去利用自己的欲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力点和天赋。所以说你们的这种能量，当你们在这个女皇的身边的时候，你们的这个成长的路径和轨迹也会慢慢的变成女皇本身。而且呢，就是当你们待在这个女皇的身边的时候，你们的这种财运啊，还有包括桃花，它都是在改善的，会变得越来越旺。只不过呢，你们也要注意啊，就是女皇她的这种丰盛和富足的特质，可能会为你们吸引到一些烂桃花，你们需要去鉴别。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女皇的身边啊，你们会得到一些超出你们自身能力的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它都是可以整合和利用的。所以这个女皇的话，她可能我觉得会和你们有某种血缘关系，可能是你们家族当中的某个人物，或者说你们在未来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个女性领导。那这两个贵人呢，她都属于是在你们人生的剧本当中对你们未来发展有着很关键影响的两个人，会推动你们自身的成长，或者说加速你们自身的成长。它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的出现并不会改变你们的人生轨迹，这一点你们要注意，但是它会加速你们人生的进程啊！你们最终命运的一个走向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比较特别啊，特别的是，就是这组牌里边出现的其中一个贵人，他是你们的守护灵。而且呢，所以说这个守护灵呢，它不是一个你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贵人，但是你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们总能够把一些危机最后化险为夷，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让你们每次都能够脱离困境，或者说在一个很紧急的截止日期前，你们总能够有惊无险的去完成一些事情，在一些考试当中会因为运气而刚好过线，并且你们能够在生活当中重复的看到一些天使数字，比如说2233、4455、1122，类似于这种的。那么这就意味的是你们的身边有一个守护灵，而且呢，这个守护灵的话，它是你们，就是它的生前啊，这个守护灵，它是你们生命当中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在他离你们远去之后，
当他去了另一个维度和空间之后，他会变成守护灵来守护你们。那么这张星币6呢，就对应的是这个守护灵，它会给你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和改变。就是这个守护灵在他的生前可能会给到你们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啊，每一次见面都会给到你们一些物质上的这样的一个馈赠。而且呢，星币本身的话，它就是这张星币6，它代表的是这种资源的聚集啊，它的这种能量会让你吸引到，就是在未来吸引到新的贵人来到你们的身边啊，去帮助你们推动你们人生的发展。那么在未来你们会遇到的贵人当中呢，我看到了，首先是这个圣杯8。圣杯8意味的是你们在未来在你们人生前进的方向上会遇到的一个水象特质的贵人。而且呢在我们这组牌面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张高塔牌。高塔牌意味的是你们未来的人生会出现一个很重大的分岔路口，在你们人生的转折点上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因为高塔牌本身就对应的是未来你们的人生可能有2种完全不同的轨迹。那么在这个人生的分岔路口上，就会出现2个不同的贵人来分别引导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呢，就是这个圣杯8的这个贵人啊，这个贵人的话，因为他是背对着你们的，而且呢，他有着这种水象特质啊，因为是圣杯属性的，所以说这个人他的星座的话，可能是巨蟹座、天蝎座或者说双鱼座啊，这种水象能量很强。而且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你们会在未来遇到的一个水象特质的桃花啊，他的身份、他的标签不是唯一的，可能既是一个桃花，也是一个贵人。对方的水象特质很强烈，所以说他在性格上面的话，会有一点忧郁，有一点浪漫，还有一点颓废，是一个内心很敏感，但是外在会，就是你刚开始接触到他的时候，会给你一种疏离感，就是他在前面走，然后你在后面追。那之所以他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们2个人有着相同的目标，你们2个人要去同一个地方，所以说就会结伴而行。而且呢，圣杯8对应的这个桃花，因为他的这种内心是很文艺的，所以说他的专业或者说爱好可能是偏向于艺术类的、创作类的，偏人文，语言表达、艺术表达这些都有可能，都有很强的联系。而且呢，从牌面上来看，他们的内心想法很细腻，但是他们又偏偏不是很喜欢表达，是一个看起来很高冷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桃花啊，也是一个贵人。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就是拥有一个很自我的灵魂啊，一般人很难走入到他们的世界当中。我想之所以他会成为你们的贵人，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在结伴而行的路上，可能他能够看到你们自己的影子，因为你们也有着一颗很自由、很敏感并且同样自我的灵魂。那么上面的是他啊，下面的是你们。你们2个人之前可能是在平行的世界当中去推进自己的人生，然后会在某个时间点你们2个人会恰好相遇，这个时间点呢，可能就会是你们人生的这个分岔路口啊，对应的是高塔牌。2座高塔啊，分别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就是你们可能会攀向不同的高塔，对应的是你们2种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么第2个贵人的话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这个贵人很明显她是有着一个灵性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贵人。有可能她是从事占卜工作，但是有可能她不是从事占卜工作，但是呢，你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女祭司她们有着很丰富的人生阅历啊，她们的身上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的。所以说他可能会像占卜师一样给出你们很明确的关于未来的指引，也有可能是他无意当中说的一些话会成为你们未来做出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但是呢，这个非常有灵性的贵人
出现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是能够感知到它的，并且呢，你们可能只会有一次在深夜的沟通，而那一次沟通或者说那一次对话会对你们人生未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高塔牌的话，因为高塔牌它对应的两个贵人有这样两种可能，一种是当你们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上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会出现这两个贵人来帮助你们做出那个选择，或者也有可能是这两个贵人，你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就会对应到怎样的贵人。所以说在未来那个分岔路口上，你们可能要独自的做出那个选择，而做出的选择就会让你们遇到相应的贵人。所以说这两个贵人有可能全部都会出现，也有可能只出现一个。并且呢，你们可能会想要问如何能够加速遇到你们人生当中的贵人，但是呢，无论是任何的人和事，其实万事万物的来和去都是由命运之轮安排的。所以说它是在冥冥之中，命运之轮的力量会推动你们在特定的时间遇到你们人生当中的贵人你们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我们抽到的这第三组牌当中呢，出现了4个贵人，分别是宝剑国王、正义牌、星币使还有权杖8。那么这4个贵人呢，是你们在人生的4个阶段所遇到的不同的贵人。有的贵人可能你们已经遇到了，因为你们已经经历过了那个人生的阶段，而有的贵人还没有出现，他在你们未来的人生当中。而这4个贵人呢，每个阶段的贵人他都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来推动你们人生的发展。那么下面的这4张牌呢，就对应的是这4个贵人会带给你们怎样的影响，你们会和这个贵人有怎样的故事。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阶段抽到的这个宝剑国王它是一个在你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当你们自我意识觉醒之后，这个宝剑国王他手中的宝剑对应的是一种风象属性就是更偏向于精神层面的。所以说这个贵人他可能不是存在于你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它更像是你们一个精神层面的偶像，坚毅、隐忍、低调，不断的默默的努力用实际的作品和成就来证明自己。所以说这个宝剑国王他是你们的一个在人生第一个阶段在你们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一个精神层面的偶像，会被很多人所崇拜和注视。很光鲜的外表，智慧的内核，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随波逐流，有着很独立的思想。所以说这个宝剑国王他是一个外在和内在都很优秀的人他的存在呢，相当于是你们的一个榜样。你们的这种人生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有了一个方向一个不断变好，不断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方向。所以说这个宝剑国王呢，是你们在成长的阶段当中一个精神上的信仰能陪伴你们走过一段很难熬的时光。而且呢，这个宝剑国王呢，因为他不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他更像是你们知道他，但是他不知道你们。但是呢，他的这种精神和信仰会陪伴你们走过很难熬的一段路。这个权杖2呢，就是这个贵人带给你们的一些影响。因为你们会从这个贵人的经历当中汲取一些养分和力量。你们两个人在平行的世界当中，但是呢，都会有过一些相似的经历和遭遇，就是你们两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和挑战，可能会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失手坠落，信心受挫但是你们还是会把破碎的自己重新拼接起来，然后再一次上路。所以说你们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这种力量和信仰，你们两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人生当中非常黑暗的时光，所以说你们能够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能够看到你们所想要拥有的未来的一些美好的特质。并且呢，这个宝剑国王他自身是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精神力量的，是一种很稀缺的特质。
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少复杂，它缺少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纯粹。所以说你们也会在它的影响下，整个人会变得很纯粹啊，去纯粹的追逐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呢，你们也会明白，只有努力去变优秀，才有能力去守护自己内心的纯真，还有一些需要坚守的底线。那么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之后啊，你们会来到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的贵人呢是这个 Justice 正义牌，它对应的是一个女性贵人啊，它会给你们就是如果说这个宝剑国王它更偏向于是精神层面的指引，那么第二个阶段的贵人呢，他会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一个走在你们前面的人，你们经历的他都经历过，你们遇到困难还有挫折的时候，你们受到委屈的时候，他也会挺身而出。所以说他更像是你们人生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领路人，他会教给你们一些在工作啊、学习啊、生活当中啊，包括感情上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技巧。而且呢，在这个贵人的影响下，你们会变得 The Hermit 隐士牌会变得很隐忍、低调，会默默的去为了自己的一个目标去努力啊。那么这盏灯呢，就是你们手中的这盏灯是你们的梦想，它更像是就是你们会在这盏灯的指引下看到你们未来的路。那么第三个贵人呢，是你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你们的一个伴侣，你们的正缘啊，这是你们人生当中的第三个贵人。而且呢，星币10的话，就对应的是你们两个人会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利益的共同体。你们两个人是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而且呢，这张星币10它其实是一个逆位的状态。逆位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一开始相遇的时候，并不是同享福，而是共患难。你们在彼此艰难的时刻，在人生的低谷期，会刚好有这个人的陪伴，或者说这个人会出现。而在对方一个人生当中非常艰难的时刻，你们也刚好在，所以你们两个人更像是共同陪伴彼此成长的战友。那权杖1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方向，所以说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啊，它不仅仅是凝望彼此，更重要的是共同凝望一个方向，会形成一种非常强有力的绑定成长。它象征的就是权杖，它也象征的是一种承诺。你们两个人会在这种承诺之下，共同给彼此安全感，共同保障，或者说给到彼此一些信心。所以说你们的第三个贵人啊，你们的人生伴侣，他会给你们的人生提供一个保护啊，一个港湾，让你们的心有归属，让你们的爱有寄托啊。所以在这个第三个贵人，在遇到第三个贵人之后，你们的人生会彻底的稳定下来。而接下来就来到了第四个阶段啊，第四个阶段的贵人呢是一个权杖8啊，它对应的是一个小男孩啊，一个充满活力和能量的小男孩，也有可能是一个女孩，但是这个女孩呢是女生男相，就像假小子一样，非常的活泼，充满了生命能量。因为权杖8它本身就对应的是很多激情和活力，它会给你们的人生注入到一些新的生命能量。你们会在他的身上找到生命的意义，会让你们变得完整。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会在他的身上去看到一些你们未曾实现的愿望，在他的身上有实现的可能性。所以说他的出现更像是弥补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遗憾。这个第四个贵人呢，你们未来的孩子啊，你们会在他的身上找到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啊，你们会在他的身上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大的轮回啊，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完成一个爱的循环啊。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这种爱的能量，它是永不止息的，它是不断流动着的。
所以不要停下你们的脚步啊，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丧失信心。你们每个阶段都会有相应的人来帮助你们，所以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啊，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在未来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